应该是中了阵法。魏无羡终于有些冷静了。确实，这很像是什么邪祟的迷阵。蓝忘机继续分析道：首先，你的灵力在这里会有躁动，在我身体里却不会，应是因为这个地方和你的灵力有关。我的灵力？此处应是你的灵力控制的幻境。说不通啊，若是我控制的，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？况且，若是我控制的，我的灵力就更不应该在我的身体里躁动啊。蓝忘机望向他，说出了自己的猜想。或许这就是差错所在。差错？什么差错？等等，你是说……蓝忘机和他目光对视一瞬，随后道：正因为出现了某个差错，才导致你的失忆和灵力的异常。也就是说，是我自己主动创造这个幻境，却因为什么意外导致这个幻境或者我出现了变故？蓝忘机点了点头。魏无羡沉默了，确实很有道理，但他不明白一件事，一件他现在更加在意的事。他问道：那我为什么要造这个幻境啊？而且我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虽然眼前这个人还挺好看，但是个性古板，看起来实在不像是自己会喜欢的类型啊。蓝忘机轻咳了一声，顿了顿，只道：不知。魏无羡一眼就看出来他在撒谎。可疑，太可疑了。魏无羡忽然拿起地上散落着的弓箭，身法极快的以箭为箭，干脆又极猛地向蓝忘机挥去，充满威胁地定在蓝忘机的脖颈间。蓝忘机却只稍作防卫，丝毫不惧也不乱。他微微低头看着自己颈间的剑，竟然轻轻笑了一下。魏无羡这下更恼火了，他怒道：说，你到底在故意隐瞒什么？面对魏无羡的怒火和质问，蓝忘机似乎有一点动摇了，可是他竟然出于一些私心，很想和这样的魏无羡再切磋几回。于是他后退一步，也挑起地上散落的弓箭，格挡回了魏无羡的那一击。无可奉告。一听这话，魏无羡的怒意更深，剑势更猛。无可奉告是吧？我倒要看看几招之后你会不会有话说。蓝忘机又闪过一击，随即也利落出剑，向魏无羡挥舞过去。拭目以待。魏无羡全身上下的胜负欲都被挑起来了，尤其是想到石壁上那一句自己和这个人天生一对，魏无羡就更加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一个用力腾起，空中翻飞一圈之后，稳稳落到蓝忘机身后，随即舞剑直向蓝忘机背后刺去。他咬牙道：我能打赢你一次，就能打赢你第二次。蓝忘机无比熟悉魏无羡的身法，根本不用思考就躲过了这一击。他答道：你没有赢。魏无羡又一剑舞去。什么？我们出剑那一架，你没有赢。魏无羡愣了一瞬，随即吼道：怎可能？我也没有。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一次说清楚？蓝忘机却不慌不忙：我们打成了平手。那你为何说我赢了？蓝忘机又再一次划去魏无羡的攻势，并顺着魏无羡的剑意送去一击。因为你赢的是我的心。魏无羡的剑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魏无羡没来由的觉得自己该更加生气，却又不知为何，心中有种似乎没有感受过的感觉升起。他动了动嘴唇，也没说出话来，索性不说了，又盘腿坐下，不去理蓝忘机。魏无羡心道：这人还怪烦的。蓝忘机见他如此，隐含着的笑意更深。他想到，从前都是魏无羡把自己惹得不说话，现在竟然反过来了。蓝忘机两步走过去，他把手里的剑往魏无羡眼前一伸。诺。魏无羡没好气地看他：干嘛？你的剑掉了，这个给你。魏无羡觉得这个人脸皮太厚了，虽说他的脸皮也很厚，但他十分确定蓝忘机的脸皮肯定比自己的厚10倍。魏无羡气道：给什么给？不要了。别生气了。我没有。哦。魏无羡越想越气，喊道：哦什么哦？你不是没生气吗？魏无羡崩溃道：对对对，我没生气，你这么对我，我一点都不生气。我怎么对你？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却隐瞒不说，肯定是你搞的鬼。既然是你搞的鬼，那肯定是对我图谋不轨。蓝忘机否认道：你说错了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蓝忘机终于不忍逗他，望着他的双眼道：这应该是你操纵的幻境。魏无羡不可置信：你说什么？你的灵力受到异常波动，跟我们昨天降的邪祟有关。什么？
我什么时候和你去熟睡了？你失忆了。行吧。蓝忘机偷偷靠近了一些。昨天那只邪祟是一只湖怪。湖水的湖。蓝忘机摇头。水湖的湖。魏无羡一笑。嘿，湖水，水湖，刚好反过来。蓝忘机点点头。不错，这只湖怪是一男子送给心爱女子的信物，而这个女子却不喜欢他，丢掉了这个水湖。魏无羡应道。所以这个水湖因为被抛弃，渐渐的成了精怪。否。啊，那是为什么？是该男子发现了被丢弃的水湖，知道自己的心意被这么随意抛弃，将其炼成了精怪。原来如此。后来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蓝忘机道。这里就是昨晚你用这只湖怪炼成的幻境。魏无羡把头伸过去，盯着蓝忘机的脸，不自觉的就凑得很近。虽然很近，他却没能注意到蓝忘机轻颤的眼睫。魏无羡道。幻境？我练来干嘛？这样近的距离，这样纯真的魏无羡，蓝忘机的喉头不自觉滚动了一下。他目视前方，佯装冷静道。礼物。啊？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。蓝湛。魏无羡看着他的脸，艰难道。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想知道？好了好了，不用你说，我现在也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魏无羡没办法，只好搭着蓝忘机的肩膀，无奈道。我们是一对。蓝忘机的耳根竟然悄悄红了。对不对？蓝忘机把眼睛瞥过去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可是我为什么送这个当礼物啊？难道你喜欢？说到这里，魏无羡忽然觉得无端恐惧，因为他想到，难道自己的伴侣居然有这种趁人之危的癖好？蓝忘机见他忽然停顿不语，不禁出声询问道。怎么了？魏无羡顿了顿，最后还是说了出来。你不会是喜欢看我失忆，然后捉弄我吧？见蓝忘机好像挺无语的样子，魏无羡才松了口气。蓝忘机解释道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这个幻境出了点意外吗？魏无羡顿时恍然大悟。哦，好险好险。什么？还好你不是变态啊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我的伴侣有这么奇怪的癖好。魏无羡这才开始分析起来。你说的意外是什么？难道是这个狐怪？没错。因为这个狐怪的主人没能和心爱的姑娘修成正果，所以这个狐怪就看不得别人恩爱。魏无羡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说恩爱两个字说的那么自然，他明明对眼前这个人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说完他就觉得脸有些烧，心里发慌，怕对面的人拿这个词笑话他。不过还好，蓝忘机并没有什么多余的反应，他只接着解释道。不完全对，这个狐怪因为最后并没有回到应该去的地方，反而物归原主，因此执念太深，修成了逆转之法。魏无羡重复道。逆转之法？难道说是他让这幻境违背我的本意？不错。所以我本来是想让你失忆的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尾音微扬。为何让我失忆？是给我的礼物。魏无羡想了想也是，嘿嘿笑道。是啊，不过万一你就好这口呢？魏无羡收了笑意，略显严肃地问道。好了好了，所以是为什么？我的本意是什么？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